大家好，我是马克医师，终于又见面了。距上次我跟大家讲健康的时候，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出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说，新冠肺炎到底是什么东西？忘记了没关系，我们目前最主要知道说，新冠肺炎即将要有疫苗可以打了。下礼拜12月7号开始，我们的英国会开始接种打第一次世界上第一针的新冠肺炎的疫苗，接下来会到美国，那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我们的台湾和亚洲各地。那到时候你要怎么去选择疫苗呢？肺炎是一个冠状病毒嘛，它要到我们的细胞进入到我们人体的时候，它是要经过一个接受体，那个叫棘蛋白。棘蛋白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让没办法进入到我们的身体，所以这棘蛋白的呈现就变成我们这次主要可以抑制我们病毒继续发展的一个原因。无论是药物或是疫苗，从一开始到我们上市为止，它需要经过的包括动物实验。动物实验没问题了过后，确定它的剂量和它的那个药物动力学之后，会进入了第一阶段的人体实验呢，主要是为了确定我们这个药物在我们人体身上是安全的，所以这时候参加的人数会有数十人。那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它会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是不是有效的。那药物要的人数是需要数十人到数百人。第三阶段呢，就是为了确定它是有效又安全的，这时候会进入我们常常听到的双盲测试。受试者就是医生本身，或是打的病人都不知道打的时候是疫苗还是这是一个安慰剂。需要的人数是数千人到数万人，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双盲测试。然后打过后，在什么时候可以解盲呢？0.5%的感染者，如果我们现在目前取样是10000个人，那大概是50个人感染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我们正常的流行率，那我们就可以解盲 unblind。实验所有的程序当中呢，都是由同一家公司来做，到解盲的时候是委托第三方来做，是不是达到这样的有意义的有用的一个疫苗？通常我们做一个疫苗的时候啊，我们是需要比较常听到的是减活疫苗，或是去活性疫苗，或是死菌疫苗。因为传统疫苗从研发到开始投入到我们一般社会可以用的话，可能需要10年。如何快速解决疫苗制成 Ribosome 这东西也就是脂质体呢，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双重的一个像我们细胞膜的构造，所以然后形成一个圆形。那我们把我们的药物放在中间，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药物不被我们的免疫细胞给分解掉，回到我们细胞里面，然后再放到我们细胞质。已经有用在我们的抗癌物质小红莓，有效的减少剂量，而且也可以降低我们的副作用。所以这个BioNTech 还有我们 Moderna 是用这个方式来做。我们包的还是一个抗原的话，那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包这么多抗原在一个球上面嘛。更多抗原然后包进去的话，其实还是遇到传统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很多的鸡蛋胚胎，很多的细胞，还有制成过程当中要非常干净，不要被污染到，所以到可能5到10年。用 mRNA 取代蛋白抗原。mRNA 本身就是一个指挥官，然后是细胞质的指挥官哦，他就会说好，你这个核糖体给我产生更多的棘蛋白，就产生了棘蛋白，那棘蛋白就分布到我们的细胞体表面，然后这时候我们的一些吞噬细胞啊、T 细胞啊，产生了很多的抗体，还有我们的细胞免疫。但如果产生细胞免疫的话，它会比较能够被我们细胞给记忆起来。用 DNA 产生抗原。一个厂商更特别是说，是从总统里面下命令这就有点我们还有一个载体叫做病毒载体。那这病毒载体比较特别呢，它是一个缺损的 adenovirus。那腺病毒呢，其实很容易在我们身体里面感染我们所有的细胞，但它却不会破坏我们的细胞。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伊波拉病毒。我们这个新冠肺炎的是 RNA 病毒，把它反转录变成 DNA， 把它呛入到腺病毒里面，就会侵入到我们人体核细胞的 DNA， 它就会变成反转录成 RNA， 再指挥到我们的下面。我们的指挥官开始又产生更多棘蛋白，
哦，这看起来就更有效了，对不对？没错，这就是阿斯特捷利康所想的一个方法。这两种不同的一个方式，其实都是用新的一个概念，就是用一个遗传物质当做我们这次诱发我们抗体和细胞免疫的一个方法。细胞体里面，甚至到细胞核里面去产生我们病毒的物质，来诱发我们本来身体的抗体和细胞免疫。这完全是划时代的一个东西。你就是在越危急的时候，才会有越多新的想法。疫苗是否可信呢？3种不同的疫苗可以选择，包括了阿斯特捷利康、Moderna 和 Pfizer。差别在说，阿斯特捷利康它本身是 DNA 病毒载体，大家可能会在乎的是，既然可以到我们的细胞核里面，那会不会改变我们的 DNA 或恶灵古堡的概念？载体呢，它并不是用人类的腺病毒，而是用 chimpanzee 猩猩的一个病毒，然后作为载体，然后放到我们人类。理论上，它不会进入到我们的人类的 DNA。Moderna 来自美国的一个疫苗，然后它本身也是用 RNA 讯息 mRNA 的一个载体质体，然后它储存的方式是以阿斯特捷利康来的最好，它只要2到8度一般的冰箱就可以了。然后 Moderna 来自美国的是负20度冷冻冰箱就可以了。然后 Pfizer 呢是负70度的那个冷链系统要建构好才可以运送，所以很明显知道说哪一个比较好了。第3点，它有效率来说，目前以阿斯特捷利康来说，它是60到90%，Moderna 来说是94.5%，然后以 Pfizer 来说是90%，很明显是我们的美国的 Moderna 是遥遥领先。FDA 或是欧盟他们的规定，只要是50%以上就算是成功的一个疫苗，所以3个都符合成功的。在售价方面，一个是3块美元，一个是35块美元，还有一个是20块美元。在钱方面呢，很明显又是阿斯特捷利康赢了。实验设计的时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很重要，因为在 Moderna 和 Pfizer 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假设我一万个人嘛，我们随时在监测你，但我们只监测你有症状的时候，我们才去帮你去筛选，说你有没有可能得到新冠肺炎。好，然后阿斯特捷利康就想说，既然有这么多无症状的带原者的话，他们的当初设计呢是说，只要每一个人有参与这个 project， 他们都要去做 nasal swab， 看他有没有染到新冠病毒。有的话，我们就算无症状，我们要当它是有的。所以这样子的话，这数据就变得更有用了。也就是说，在阿斯特捷利康里面呢，它所有无论是有症状、无症状都可以预防。Moderna 和 Pfizer 呢，只能说90%有效预防了新冠肺炎这个疾病。也就是说，这个病毒还可以预防你变成那个无症状的带原者。所以一个实验的设计多重要，你知道吗？也是刚才说过的，因为它是 DNA， 所以它本身就会到核里面。然后也因为 Moderna 和 Pfizer 它可是在核以外的细胞质，所以一般来说觉得细胞质不会影响到细胞核。实验设计上的一个瑕疵变成了一个最美丽的误会。它本来只能生产大概30亿左右剂量，变成45亿剂。然后我们 Moderna 和 Pfizer 预计会是大概生产11亿剂。如果以一个有效度来说的话，我们觉得 Moderna 会比较好。那如果也是以一个价钱来取决的话那可能就是阿斯特捷利康啦。运送好不好的话，又是阿斯特捷利康。所以阿斯特捷利康在这次的疫苗里面表现得非常完美。说我这一次是不盈利的，意思来说，我只要收回我的成本就好了。阿斯特捷利康的一个好感度会增加，是一个公关手法。这次不收，也就是说会有第2次吗？抗体能持续多久？在日本发现，只要有感染过新冠肺炎的病人，抗体可以持续大概6个月或以上。在英国本地的时候呢，在制成过程当中，还是某种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只给了半剂给我们的英国受试者3000人左右。第2个月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完整的一个full dose 1剂，反而这样子产生的抗体更高。这太令人振奋了。每一个疫苗呢都需要打2次，在我们的人体实验里面，第1、第2、第3段之外，我们还有第4段哦。第4段就是投入到市场过后，发现到底有没有副作用，
有副作用的话，我们要密切追踪或者是回收。那以上呢，就是我在12月5号的时候整理给大家的最新的一个疫苗的进展。毕竟要超前部署嘛，我也是还是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比如你知道吗？我们人都会死嘛，万一我们打疫苗的时候，我们不小心也会有高血压或心脏病发，可能也会怪在这个疫苗身上，大家就恐慌的不打疫苗。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恢复2019年的生活呢？这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要群体得到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通常需要整个社群的人有70%以上都有保护力。如果有2000万人的话，要1400万的人都打了疫苗才有办法。未来的路线比较难的是，不是疫苗生成难了，而是要如何说服一般大众去打疫苗。希望可以迎接新的2021年的东京奥运。我是大家的马克医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请欢迎留言。如果你觉得影片有用，或者你觉得想要帮助更多人的话，也欢迎可以点赞、分享，或是打开订阅铃哦。拜拜。